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去卖网红鸡爪，这大家都看过吗？太正常了。香港的很多这个写专栏的这个文人，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店、牛肉面的，他们就讲香港，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啊，影响好多演员啊，也都失业了。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就是按说也是谁就做保安了，好像对，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就去做保安了，就被人拍了，变成新闻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香港市民当中好像接受起来就觉得挺自然，就好像他之所以成为新闻，也是因为他突破了他对应的事儿，有点不自然。但是你前面讲的对，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没有那么传统中国这个文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他是一个码头嘛，各方面来的人，你原来地方地位很高，跑到这里你要谋生，你还是要开烧腊店，对不对？所以一般文化人在香港，我们以前都说过，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就是他会讲的比较俗。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比方说你同样一记者采访，你请内地的一个作家来说，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通常就会这个阿富汗最近的局势啊，或者是中国的现在这个什么明星的什么走向啊，皱起眉头，人文精神啊，对不对？香港的作家，你要是来采访他，顶洋文情啊，对不对？或在哪里，他要显得比较俗，对不对？显得你周星驰，你去问他采访，他才不会跟你讲我艺术长久啊，将来什么生命，他不会这个样。那这是一个分别。但即便是这样，现在你一个选美小姐出来以后去做保安，还是被人家报道，就是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冲击太大。那马爷，你觉得这叫不叫不体面？那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叫适者生存。对，你所谓体面不体面哈，其实我们今天社会是因为相对比较稳定，你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啊，明清之间啊，清朝到民国之间，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这时候有很多人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这个事儿都放下了。你不放下不行的。社会不给你其他机会，那你的体面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因为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没那么重要。对，就是你为了活下去，你可能什么事儿都要去做，只要你不违法啊。我们前提说不违法，不杀人越货。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动荡。那你改变你自己的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尤其是文人形象，或者是被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比如什么小姐啊，这什么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就叫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叫选美小姐，是吧？你让她去做佳丽啊，什么佳丽当保安了是吧？对，当保安了，佳丽当保安了，当保安。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也许这个佳丽当保安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人拿它做广告，你都不知道啊。那叫饭店的体面。对，饭店就体面了吗？他体面了吗？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就是他为什么去？他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这个可以看。我觉得聊聊这个马爷的这个形象啊，我啥形象？体面。我是一不怎么讲究体面的人。我现在这个桌前面，他们给我找来个文儿，65岁老戏骨啊，直播被骂，就您知道那个直播带货的嘛？说是真是老戏骨、老表演艺术家，人家还是塑造过很多成功的这个角色啊。说弄一个什么短视频啊，这个演技啊，当时你看了都能流泪，那是真的有演技。但是有一天呢，他带货了。直播带货，因为人家就倪萍就说他这个抠嘛，上节目的衣服是租的，他把冰箱里的鳕鱼放5年舍不得扔，这怎么跟我爸似的？他们所以有人说了，说这个有些年轻这个小偶像带货倒没那么多人骂的，为什么一个老戏骨带货骂的人家下不来台？人家这位老艺术家呢，最后呢就是在这个直播上面给大家道歉，还就说哭了，给观众鞠躬。对吧？就说我对表演是这个负责的，这个因为人家说他为老不尊，对吧？他呢
说看到有人说我晚节不保，我好伤心。30多年我在演艺事业上兢兢业业，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包括这次这直播带货，我也是想用另外一种表演才能来表演一下。随后关闭了直播间，这事儿你都听说过吗？我看到网上有，对我有时候觉得那些评论就是喷吧，就他真的理解这个人做了什么，或者好像我也不觉得他们。我有时候对我是不是该挨骂了？别怕，很鼓励你这样。没关系，我觉得这种刻意的伤害别人本身就不体面，就不体面的不是那老戏骨，而是这些评论。但是呢，这篇文章的题目，我觉得咱们真可以聊聊。某种程度上，马爷可能没这个问题啊，徐老师可能也没这个，你可能也，那就是我这有就是问题。说放下面子赚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对于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来说，对吧？对于一个要承担这个经济责任的一个男人来说，当然可能也包括女人了。就是说，赚钱有什么丢人的？赚钱没有什么可丢人的。我老说，当你走向这个世界啊，这个社会，你单独生存的时候，第一个目的就是趋利，你就是要赚钱，你不赚钱你怎么生存？你靠别人养着，那更不体面了。对，自食其力就体面。问题是怎么样赚钱？它有2个前置，第一个前置呢是大家要求的，这个就是比较难做到的，叫道德。第2个前置呢是法律，法律很简单，法律就是你要触碰，您就上那边受罚去，你不触碰就没有事儿。但道德这个事儿，你到底触碰到什么程度，这个很难说，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商是蔑视的。商人重利轻别离，你一商人，你就是为钱而走，你跟感情没关系。所以我们士农工商，商一定扔在最后头。所以商人在中国至少有文字记载的这个历史几千年中都是地位低下的。所以当一个有成就的人，你像老戏骨，他是属于在演艺上有成就，你去经商，那大家就开始就文化开始起作用。中国所有的社会现象，你要往根儿了刨，一定跟文化有关。那你老戏骨，你可以挣钱，但是什么钱能挣，什么钱不能挣，主要是这个问题，对吧？是那我觉得一个人挣钱的方式非常多。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挣钱方式叫乞讨，是不是？乞讨也可以挣钱。老戏骨可以乞讨吗？啊，我不是老戏的，你比如你说咱们做一测试，我盘着一腿找一盆，我找街边上写，我说我过不下去了，谁给我？你肯定有人给你。那说哎，马爷你怎么在这？对，人家马上回头看有没有摄像机，是吧？但是这个我现在说，我老说你把一个事情推到极端，就比较容易看出它的利弊。如果我们说一个其他的挣钱方法，那说呀我没这本事，我没有这关系，那你就很难。但我推到极端啊，乞讨是挣钱的最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但是你要知道，全世界靠乞讨为生的人是一个庞大的数量，对不对？全世界哪个的国家都有，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你都能看到乞讨。那么他为什么要乞讨？他为什么乞讨？他自个儿算过他的成本，这个成本是最低的，而且可以维持他的生活，对不对？但是别人就不行，你有一个社会成就或者你有社会地位，你肯定是不能去做这个事儿嘛。所以你还是有一个选择。所以挣钱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不对这个直播，因为现在直播带货这事儿比较厉害就我们不对这个而言，其实你挣钱是有多种选择的。你不是也这样吗？今天让你出场的事儿多了，你推的事儿多还是接的事儿多呀？这个存在很多误解的。你肯定是推的多，对不对？很多事儿你不去，你为什么不去呢？为什么说他这个文说我呢？就有窦文涛。不是，你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有些人写的我不知道他是有根据还是没根据，但是跟我相比，我就老觉得说的挺像又不太像似的。就是说，窦文涛最火的时候。首先，我也没有火的时候，怎么还没不？你应该这样说，窦文涛最火的时候还没有来呢。我是长衰不盛，这是我的名言。曾经说过他接广告有3大原则。我一看，我觉得我就支棱起来了，说有损形象的广告不接，不喜欢的商业广告不接，没有档次的广告不接。真相是什么？是因为没人找我拍广告，好吧？我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他说的不是很准确，但是呢，他确实又有一种本质上的准确。我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你比如说，但是当他母亲突生重病，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又开始松口，
接的都是他之前绝不会接的广告。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是有了这个心。但是这个时候呢，找我拍广告的人比以前还少，然后甚至连别人的婚礼主持他都不放过。人家找你去，那我可真没有，那我可真不是，我还是特别小的时候去帮别人主持过这个婚礼，也没人请我呀，主要是请不起，这个很简单，主要是请不起。哎，就是你在挣钱，因为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我曾经有一回是在中央台那时候，就说起来是十几20年前做过一次辩论。辩论的时候呢，那个对方呢是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的嘛，他就说所有收藏家都是趋利的啊，他最后就逼急了，说出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大部分人会否定这句话，因为在辩论当中你趋利，按理说人家认为你这个人人品不好才去趋利。我当时就接了这句话，我说趋利本质上没有什么坏。就是那每个人都应该是趋利，让你的利益最大化，但前置我一开始就说了，两个道德和法律这个你不能去违反它，这个尤其是法律，对吧？道德违反了以后，你会受到道德的制裁。它制裁理论上讲，过去人认为是重的，今天的人认为是轻的，但法律不管是过去还是今天都会认为是重的，对吧？所以就是一定不要把这个就是趋利的人生的第一个目标，这是所有人踏入社会的第一个目标，变得一个很负面。我觉得这就不好。不负面，挣钱有什么可负面的？体现你的能力啊。对你，但是你比如说哈，你比如说真说这广告这个，我现在想起来真的都是肠子都悔青的事儿。就是说，你呢生活没有到贫困线，挣扎在贫困线以下，你要真是那么穷。那我觉得说不上什么了，对吧？有钱只要合法，咱就挣，对不对？但是呢，当你觉得你这个也能过上一个一般日子的那个时候，就是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嘛，那我不知道，你比如说你为什么拒绝那个广告啊？其实没那么什么高风亮节。它很多具体因素，它那是个近视眼广告，就是激光手术，是激光手术，好多人都做。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那得是有点风险20年。第一个有这个顾虑嘛，那当时给的那个钱挺高的，真的到今天都不低啊，确实诱惑。关键你来完以后，眼镜广告不能接。关键在于，我觉得我的一个障碍是什么呢？怕丑啊，就是说他给我设计的是，他说我们要放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广告牌上。还有那个机场的广告牌上，然后他设计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说，你想，你现在可以看看，就是我终于摘掉眼镜了。哦，就这样。哎，就这一幕我接受不了，就是说我一下飞机，或者说我一下火车，先看见自己了。这不是，主要是他这个，你知道吗？那你不是，你可以换一个动作。我发现呢，我对我不认识的人，可以无感。就是说，一般人可能特别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你知道，我当时最觉着抬不起头的是咱们这个朋友圈那摘点眼镜有什么不行的？不是，就这样的一个照片那么大，放在那个任何一个场合，我一下想到的就是马爷啊，或者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大学同学呀，你不看见我？有人家只有羡慕，只有羡慕。你知道，假如我看到我看到会怎么想，知道吧？啊，你说我也摘，怎么没找我？不是找我，对，不知道这是多少钱啊？那是一个意思吗？对，那个要是钱多的话哈，摘就摘了。那你要是那个钱是不多的话，那我心里想，那文涛何苦啊？这点钱没必要，还是在想这个问题。你看，所以我在想，这个体面这个事儿，咱们就是很多时候就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它的标准不一样。但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有个感受，就是它是一个让自己可能舒服不舒服的这么一条线。对了，哎呀，你真是我的心，是不是？是自己别扭啊，就是不是？其实说到根本上，就是人是不是有一个自我想象，一个自我的心象，就觉得我怎么能那样呢？因为其实徐老师刚刚说的也纳入这个范畴，他觉得比如说你有一个价格的衡量，它也是一条线，你呢就是那种丢不丢人的那么一条线。就一个人他可能平时的所作所为，他都已经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阈值、一个范围，突破那个，那就是叫他自己觉得就不体面。对，这就我原来说嘛，人生第一个，刚才我们说第一个目标是趋利嘛，第二个目标就是
趋明，你就开始到趋明这个阶段，你趋利那个阶段过了。谁说的？我说的，我长期有价无市。你听，不是不做，这别给我想这种。你为什么趋明？趋明不代表说你不在乎利，而是你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了。这肯定是进入第二个阶段了。你如果没到，就是你的生活状态非常恶劣的时候，你永远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对不对？我说人生第一个目标是趋利，是趋到你对应的利。什么叫对应的利？比如有人说我有一份好工作，工资我已经满意了，这就是对应的利，不一定非得成为首富，对吧？不是我们老宣传的什么小目标什么的，不是这个，而是有人认为我就挣这点钱，但我生活很安定，这也是趋到对应的利的时候，他一定是趋明。什么叫趋明呢？他首先要在乎亲近朋友，最近的人对我是什么看法。如果你的名声过大，你要在乎公众对我的什么看法，对吧？你再大，你要去考虑国家对我什么看法，民族对我什么看法，那肯定都是趋明阶段了，对吧？这很正常。我们的人性的基本点叫趋利避害。其实呢，趋利都是要的，对呀，但是你还要想到一个，这会不会给你带来坏处？所以你比方说，你觉得你有损你的形象，这个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是个害处。但是呢，你这最冤的。马爷，我真的觉得就是说怎么回事啊？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的很多变化呀，有的人的态度我倒也佩服，说哥们儿不跟了，那就是保持这个操守，对吧？有的人这个操守甚至能够到什么？他认为上媒体都丢人。这个社会有这样的知识分子，那当然你也没有什么合理性，这有什么？但是人家自己愿意把这个当成一个荣辱的一个个人的。持守很多，我们这一行很多，我的同行很多，是吧？比如说咱们现在节目里很通行的，植入广告，你看我现在就能接受，我接受了之后，我能理解，我觉得合理啊。做节目要钱呐，要钱，那么当然需要有赞助商，这就是这个社会合理、合法、合情，有什么不对呢？但是你知道，我接受这个是我10年以前，我可能就是绝对不能接受，可是我现在觉得我不知道是什么是对的和是错的。当你接受了的时候，你就觉得当年的不接受也真的是你有所偏颇，你也没有当年也并没有什么正确性。可是今天接受了，我又觉得，哎呀，我怎么不早明白这个道理啊？我失去了多少啊？黄瓜菜都凉了。没事，你近视眼还在，还可以。没有，所以我特别感谢这个海天，人家在我知道后悔的时候还愿意赞助我们。我刚才一上来，我不是说那些评论的人都，我觉得他们特不体面嘛。我现在转过头来，忽然我又想到说，哎呀，我说他们很好呀，社会中流砥柱呀，为什么呀？我都以为这年头没人谈体面这事儿了。怎么大家还很在意？你不觉得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已经不去谈论这件事儿了，有点像那个有一个电影，就那个布达佩斯那个大饭店，就是根据就是茨威格那个小说，我看过那个昨日的世界改的嘛。它里面不是有一个就是这饭店里头的这个就是这个主人，他一辈子都是其实是就是像个花花公子，但他其实保持着旧贵族式的那种操守嘛，他一路你也觉得他干的事情也有争议，这样那样，最后是他在一个火车，因为碰到那个1战嘛，然后他在火车上保护一个小男孩，就觉得那些士兵对他太粗鲁了，你不能这样对待他，就是这一件小事儿，他为那小男孩讲话，然后被打死了。就他在那种就最困难的时候，保持着他的这种体面，就这种事儿，我觉得我们现在不太说了。但是居然大家在这个时候开始呼吁体面，你要以他们说的这个体面的标准去想一想，哎呀，要真这么体面，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可以改良呀，可以变得更好呀，难道不是吗？他讲的有意思，就是说这种在网上骂的哈，我觉得2种情况的确可能都有，一种就是随便凑热闹，另外一种按他这个说法，后面第2种说法呢，真心觉得我们要找回昨日的世界。他苛求你这个体面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你的尊敬，对你的看重，就包括对那个什么艺术家老戏骨的看重。我想起一件事情，上海有个评论家叫李子云，他原来上海文学的理论部的主任，一度也做主编。他原来是夏衍的秘书，是一个非常有水平、很正直的一个评论家。有一年呢，我去到他家里看他，到已经是我忘了90年代还是什么时候，蛮晚了。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呢，他已经很看不惯了，
他赞助的这些文学潮流啊，就已经是背过时，所以他就有点，他就跟我这个，他其实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史铁生。史铁生，因为他听到一个消息，史铁生在写电视剧，所以他就批评，他就觉得这个文坛啊发展到今天，史铁生都写电视剧，哎，对，我非常的痛心。哎，这曾经一度是个标准。哎，然后史铁生就回答的文章，史铁生回答了个文章，就是说我也要吃饭呐，啊，我也要有稿费啊，就为什么我不能写啊？你是太看高我了。就这两个人都是我非常尊敬，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但是显示出就是说，在李子云看来，你史铁生，他后来跟我说，你史铁生不是一般人啊，你写《我与地坛》的作者啊，你写电视剧那个剧本一个5万，一个本5万块，这不是你干的活啊，这些他觉得他的这种批评其实是对史铁生的一种尊崇，一种尊敬，但史铁生也很正直啊。你对我太苛求了，因为谁写，刘恒写没问题，陈春写没问题，为什么我史铁生写，我就难道就非得只能写《我与地坛》的吗？对不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对一个文化人，他不有障碍，他有顾虑来接受商业的参与，其实就是跟人们对他的人设、对他的形象中间的这个矛盾。所以有时候批评是一种尊敬，你只能这样来看，说这个活别人可以干，为什么你来干呢？比方我们设想一下，比方说上海的作家，明天王安忆做一个广告，我们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安忆你缺钱吗？缺啊，谁不缺啊？对，安忆肯定说我的小说叫好不叫座啊，他的小说我说怎么来的也就是5万10万呐，不会像余华那么多。但是怎么着，我就说实在话，我要是看到王安忆做过广告，我就会觉得别扭，做一个什么衣服的广告，天香啊，某一个行业等等。你看这就是一个。对一个人，当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你不管是有意的还无意，有意识无意识，其实是一个人设。因为我原来也这个忝列啊，文学队伍，你像史铁生，他在这个中国作家中，由于他的特殊的情况，所以他在那一代中国作家中呢，是算一个文化符号的，他算有一个文化符号。那么电视剧呢？不要说电视剧，我们年轻的时候我做文学编辑的时候，哪个作家写电视剧本都跌份，甭说写电视剧了，都跌份，都不愿意去写，觉得那是另一类人的。因为当时作家地位非常高，剧作家的地位非常低，就是说你说这人是不是作家协会会员？说写过什么？说在剧本上发表了2剧本，人听这算什么呀？但是这种态度，那这种就是作家中的鄙视链。那么历史上一模一样。那么唐代的时候，大量人写词牌，那李白就写，李白就放荡不羁，什么都写，流行歌曲对。那到了宋代有很多文人，大概我算一下，我凭直觉大概有20%的大文人是不动词牌的，他觉得动词牌是个丢人的事儿。有的人写有3000首诗他们只有2词牌，他为什么写2词牌？就告诉你我能写这玩意儿，我不是不能写，但我不写，我觉得丢人，因为词牌是为了唱的，每个词牌都是能谱曲就唱的，他就觉得低。这个思路是一模一样的，从自古到今都是一样的。这个我就想到，我有时候想，这莎士比亚那句就这个名言 "To be or not to be" 嘛。现在的人，我觉得改一改，就 "To sell or not to sell"， 卖不卖？我们很多时候在被这句话拷问，卖不卖？是。为什么现在有这个问题呢？就是过去您刚刚说的那些大诗人呐，或者甚至到像史铁生这一辈儿，他们都还想一件事情，叫流芳叫什么流芳百世，就说我不是为，当然是不是？就我所有的作品不是为了我今天，而是要往后传的。它是一个延续的生命。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都觉得。好像不考虑流芳百世的事儿了，因为我这辈子就这样。对了，我们就这么短，那我这有限的生命当中，我要不要把我这些东西兑换成什么？所以这个卖与不卖的问题就越来越近。这2个都要考虑。人生就是2个考虑：第一，你尽量的把今天活好，尽可能的让今天快乐；第二，
还要考虑明天能不能这样。这作家的这个不同，无非是他要想，我今天这辈子要活得好，我尽量活下去，写出好东西，得到荣誉，得奖，但是更重要的，我的东西能够传下去，在我的生命之后，它是我的生命的言传。当我们看沈从文或者史铁生，他现在人在不在不重要，他的作品在，所以是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演员也一样，但是我是听到不少老戏骨私下里后台聊天啊，就经常这个就是感叹啊，丢人就有钱，有钱就丢人。他们可能就是面临你说的选择，我去演什么，我去演什么，是不是大众的，或者说演电视剧，甚至说去演了个电视剧，都觉得有点臊眉打眼。他就是演员本身来说，他能够连续的演话剧，尤其是那些好的剧场演话剧，这就是职业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光荣，因为他是不是镜头一段一段卡的，他必须在台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连续这样下来，眼泪是直接这样下来。所以好莱坞里边，他演员工会里边也佩服那些能上剧场连续演的人，难度系数大。钱虽然少，但是你还愿意让他上，但是他要去演连续剧，那钱就多。这当然有弄得好的人，他两者兼顾，但是有的人就是有所。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就是说，这个难度系数高的比较高端，但是不大挣钱；难度系数低的就比较挣钱，但是没那么高贵。它大概的概率，最简单的概率就是说，你通俗的娱乐性的东西，因为它受众广泛，所以它容易赚钱。那你任何的比较严肃的高雅的艺术，它在当时啊，它因为受众少，所以它一时间没有太多的钱啊。所以呢，艺术家呢，当然你也可以，我只靠一头，我只管赚钱。像张恨水，他当年写小说，他不管我流芳百世吧，我就写，他一辈子写了几十本小说啊。鲁迅给他妈妈送书，不送鲁迅自己的书，送张恨水的书。是张恨水说，但是你说你后来写文学史，连张恨水自己也知道，他不会去说我比鲁迅重要，因为我写的多，我啼笑姻缘。文学史啊，文学史，那你说我们现在文学史肯定避不开四大名著，是吧？啊，或者明代的四大奇书，那个都是通俗的，那当时都是最大的，对呀，最大通俗的，对呀，也进入文学史，对呀，就是我们有一种东西叫时代的偏见。就是当代人他会有一个偏见，但是你拉开，我认为至少要过个3、5代人，你再翻过去看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相对比较准确的感受那个时代的利弊吧，或者说优劣。那我们今天无非就是在优与劣之间游走，在利弊之间权衡嘛，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其实生活中不光是文化人的体面，什么人都有啊。对呀，公众依然也有生活中的体面。你比如体面中呢，过去啊，你比如我老觉得上海人特在乎，就是为什么上海人在乎？你比如说你们上海人管这个钱包不叫钱包，叫皮夹子啊。为什么叫皮夹子？因为在民国时期的有钱人拿的是皮质的钱包，没钱人拿的是个布钱包，所以他要把那个皮质这个凸出来的叫皮夹子。然后呢，你那个钱叫钱啊，他那个钱叫钞票。你们上海人还有铜店几个铜板，我钞票就听着就高级嘛，它比钱就高级嘛。我就碰过这样的人，老派一点的，比方义军的妈妈，那是已经你这个老公啊，有懂的吧？有铜店，那是比如我碰到过个人啊，这人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他说那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他穿一条新裤子，那我们说，哎，这裤子不是挺好，我们买条新裤子不是就完了吗？不，他一定这么表达，说我这个裤子啊很高级啊。他说用一个高级的词儿，我们买一条裤子从来没想到这裤子什么叫高级，然后他就给你强调我这个裤子里的含毛量是多少，一毛病。
我们上海人体面就不会穿着睡衣满大街走了。对对，上海人就很在意这些东西。哎，就是你们的那就还有那个穿那个衬衫，原来穷的时候，就那个这个领子，衬衫领就是个领子嘛，假领头，就是个假领子，我还有呢。你也有啊？有啊有啊，假领头。上海人哪里有？上海人本来可能要点面子，后来连里子都没有。对了，我曾经在南京路上走，有一次看完电影38度，我去，整个南京西路睡的全部都是老百姓。对，一家人穿了个夏天呐，穿了个短裤啊，衣服啊。我这个景象真是不会，就这个伟大的城市市民气息，这就是市民气息。不，这个在有这么一个，这个在80年代不是上海所有的南方城市都是这样，就是西湖边上那就是一眼望不到头，都是占地方，是不是？对啊，一个凉席，一个大蒲扇，全家人，然后一家老小。怎么要面子？鲁迅早讲过了嘛。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买来的高级裤子啊折好，放在枕头下面压一压，到第二天早上还有一条缝，枕头成熨斗了，有弧线嘛？哎呀，这可怜。所以他就是你体面这个问题是从下到上都有，就是最穷的人也是。我刚才就说，那人啊，他说话这个，他吃完饭他跟你说话也不一样。你比如那时候我们吃饭都是到食堂去打饭啊，打饭有钱的人买个荤菜，没钱的人买个素菜，是吧？荤菜2毛钱，素菜1毛钱。然后你问他中午吃的是什么，他一定不说他吃一荤菜，他告诉你他一定这么说，我中午吃的是肉，就是他老往高了一等。后来我就发现他这个人呢，他不是虚荣，他就是要讲，他觉得这么特体面。我们说吃一荤菜，因为我们过去荤菜跟今天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肉炒豆角，这算荤菜。是啊，有肉就算荤呐。对现在人认为荤的那就是大鱼大肉，一烧肘子得全是荤的。所以他在荤菜中呢，他不是说我吃一荤菜，他只是说我吃一肉。其实肉在他这个菜里的比重并没那么大，他要突出去讲这件事。谁都有谁的体面。哎，有一种可以形容成虚荣，就是他有一点点虚荣。他是不是如果说的大一点啊，有点像我们说的礼，就是礼的本质不是礼貌啊，就什么你处于什么位置的人该对应的做什么事儿，穿戴、说话、行为举止，你符合你的身份，就是礼，就是体面。这个本来呢是社会上就排得很准的，考验就是你一个文化人，好，可是现在突然来了一个诱惑，对，比如说。研究生学历的，去卖网红鸡爪，这大家都看过吗？太正常了。香港的很多这个写专栏的这个文人，我认识好几个家里开牛肉店、牛肉面的，他们就讲香港，要不说最近这个疫情啊，影响好多演员啊，也都失业了。那有的演员就去送外卖了，有的演员就去扛大包了。就是按说也是谁就做保安了，好像对，港姐的第几名的一个就去做保安了，就被人拍了，变成新闻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在香港市民当中好像接受起来就觉得挺自然，就好像他之所以成为新闻，也是因为他突破了他对应的事儿，有点不自然。但是你前面讲的对，就香港一般的文化人没有那么传统中国这个文人的那种优越感，因为它是一个码头嘛，各方面来的人，你原来地方地位很高，跑到这里你要谋生，你还是要开烧腊店，对不对？所以一般文化人在香港，我们以前都说过，香港的文化人是半俗，就是他会讲的比较俗，内地的文化人是半雅。比方说，你同样一记者采访，你请内地的一个作家来说，你最近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通常就会。这个阿富汗最近的局势啊，或者是中国的现在这个什么明星的什么走向啊，皱起眉头，人文精神啊，对不对？香港的作家，你要是来采访他，顶洋文情啊，对不对？或在哪里，他要显得比较熟，对不对？显得你周星驰，你去问他采访，他才不会跟你讲我艺术长久啊，将来什么生命，他不会这个。那这是一个分别。但即便是这样。现在你一个选美小姐出来以后去做保安，还是被人家报道，就是打破了社会结构的冲击太大。那马爷，你觉得这叫不叫不体面？那对于他个人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是要突破传统体面这个观念的。但是我觉得从社会整体上讲，就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叫适者生存。对，你所谓体面不体面哈，其实。
我们今天社会是因为相对比较稳定，你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啊，明清之间啊，清朝到民国之间，民国和新中国建立之间，这时候有很多人他社会地位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要重新去谋生的时候，这个事儿都放下了，你不放下不行的。社会不给你其他机会，那你的体面已经变得非常不重要。因为我在体面，我认为体面在生存面前没那么重要。对，啊，就是你为了活下去，你可能什么事儿都要去做，只要你不违法啊。我们前提说不违法，不杀人越货。但是，对于一个平稳的社会，我们社会现在相对来说都比较平稳，没有大的动荡。那你改变你自己的。就是过去固有的这种形象，尤其是文人形象，或者是被文人塑造出来的形象，比如什么小姐啊，这什么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小姐，选美就叫文人塑造出来的一种文化形象，叫选美小姐，是吧？你让他就说佳丽啊，什么佳丽当保安了是吧？对，当保安了，佳丽当保安了，当保安。还有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清楚的，也许这个佳丽当保安是人家饭店的一个噱头，人拿它做广告，你都不知道啊。哎，那叫饭店的体面。对，饭店就体面了吗？他体面了吗？小姐也获得了高收入，就是他为什么去？他一定是收入比常人高的，这个可以判断。他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体面不体面这事儿，说到最后是个社会共识。我们社会怎么认为这他是不是体面？我们现在就是前所未有的说到那么多不同观念、不同潮流在冲击。你比如说那个安迪沃霍，为什么那可口可乐画那么多就是作品呢？他就是说你不管是很有钱的人还是最没钱的人，你们喝到的可口可乐是一样的，你不可能买到一个更贵的可乐或更便宜的可乐，它就是一样，颠覆文化它颠覆这些东西价值观。那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你说你一个什么，你文化符号、社会形象什么的这些遭到了颠覆，就说那你最后的你的生存能力是怎么样子？而且刚才我说，就是我们成为流芳百世的几率是不是越来越小了？我们越来越看到这个潮流时代不停的洗刷。那我们能成为什么经典？这概率越来越小。那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在这一世接受很多不同的？有个经典就是写中国传统的士这个阶层在社会变化当中的地位的降落，和他的脸面不肯放弃，那就是孔乙己。鲁迅就活画出这么一个。那就是考试本来应该是考科举的人嘛，他到了腿都打瘸了，酒钱都欠着，对不对？还要说回字的多少种写法？回字4种写法，这个当代很多这样的人，孔乙己。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要用历史之同情的眼光看起来，孔乙己也有值得同情。当然，对吧？你也是不是？当然风骨，当然同情。那个小孩的角度，其实也是让我们同情。他已经穷到连喝杯酒都喝不起，他还回字4种写法，还教旁边他文化。那我觉得这种人很好，这种人活着，他有一个强大的精神支柱，这种人很好，所以他就安贫乐道。就是我这么穷，我认了，但我精神上比你，起码我认为我比你。这是颜回啊，对呀，对吧？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呀。这所以回字几种写法，孔乙己从这儿来，孔乙己跟颜回也能搭上关系。但是你说他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啊，研究生去卖鸡爪，咱也听说什么原来甚至大学教授可以去卖茶叶蛋。他要卖成了，大家又觉得哎，企业我要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火了，他变成了一个鸡爪大王，他变成了一个鸡爪托勒斯的一个总经理，他变成了首富。有啊，那大家体面了吗？这个教授体面了吗？体面了。这个教授体面了吗？转型体面了，或者就是说获得了新的尊重。我们现在这个认为，只要你成功了，就所谓你有钱了，那就是体面了。你比如那北大的毕业生卖猪肉那个事儿，闹得就前些年闹得多热闹。那叫陆步轩吧，叫什么？我记得名字是吧？后来我看过他一段采访，就是有人说他赚了多少个亿，他就说猪肉有那么暴利吗？猪肉没那么暴利啊，猪肉是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利润是很低的。他是通过他的，其实高等教育对他来说还是有好处，他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同样一个猪，就咱俩一人拿半片，我卖的就比你多，因为我知道从计算上怎么能把它计算得更为合理。其实就多了那一点儿，导致他就比别人
就发了财吗？那社会又重新对他有认知吗？一开始对他认知非常负面，当他成功以后，对他的这个认知就正面了吗？你像那个罗永浩嘛，最典型的这个例子，因为他开始做手机嘛，就这个最初也是就是知识分子嘛，然后做手机，他欠了债以后，不是就去那个直播带货。刚开始做第一场的时候，大家大量人去看是一种人设，觉得有点同情他，觉得哎呦你怎么也去直播带货了？结果人家做的特别好，那又有了一个新的形象，大家觉得哎呀做得好啊。非常成功啊，没什么丢人呢。但是我看至少人罗永浩人家对外说的也算是悔也不改其志啊。人家说的是我这是为了还债。对啊，我还完了债，我还是要搞我原来的。他不是喜欢弄电子产品还是弄手机，我不知道啊。那意思就是说，我这是还债，我不得不如此。但是我还完了债，我原来的志向该干什么，我还回到我原来的。我本来是个山上道士，武功绝强。现在我欠了债，我在这撂地摊耍个把式，赚你们点钱，然后我还完账以后，我还回山上去，是这意思。看看底线最不体面的是，妈妈生病了没钱治，这是最不体面了。所以为了这个目的，对不对？这个有些就是不同层的人呐，你能看出标准确实是不一样。比如说，不是还有一个讲古诗词的教授吗？其实就是在网上讲的多了，你看有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在某些圈子里，这个标准可以严格到，你出现太多了，你曝光太多了，你在网上到处去讲，你这个都有点 low， 就被认为是吧？它不体面。但是这个教授最后我发现一番表白也是实情，我觉得为他挽回了一个体面。他说我的太太身患绝症，那个药啊贵的呀，可能这个一粒可能得1700块钱，一个月吃多少？知道你说谁对吧？他就是说我得挣钱呐，我得挣钱给我太太买这么贵的药。你看，哎，这马爷刚才分析了，这种道歉其实还是在还这个做生意的原罪，就是任何人你赚了钱，就好像是欠了债一样。对我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值得讨论的东西？我的意思就是，他这个就是传统文化中跟当今商业文化中的一个严重碰撞。对，因为大家认为你是一个讲唐诗的教授，然后你利用讲唐诗火了以后，然后你把它变现，大家不太接受这事儿。那么他出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来挽回自己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我被迫把我心里的话跟你说。来告诉你我的为什么要赚这个钱。那我如果说我有一个极好的收入，他得了癌症，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钱，那我肯定不会去做这个事儿。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呀。你看这篇文章，他讲我这逻辑不就是吗？不就感觉非得是我母亲有了病，我的这个什么广告都接，虽然没有啊。都变得似乎是他替你可以理解，他替我赢得了体面。对，他说他为什么接了广告呢？原来不想接的呢，因为他家里的这个情况。对，所以广告是趋利，后面这个家庭这个需要是避害，就得这样来进入这个游戏规则。其实站在一个公平的角度上讲，作为一个大学的这个文学教授，你去什么带货卖点钱，作为一个这个生意失败的人去卖货卖点钱，这些都不必再把背后的这件事儿跟你讲。可是现在当你成为公众的这个人物的时候，由于你又利用了公众对你信任的这个东西获得红利的时候，那你被迫要把背后的事情讲出来。你要不讲出来，别人受不了啊。就是说体面，但是呢，当我们表明困境，我的困境的时候，就可以解释了这个不体面。它就变成了，也就是个解释。我同意你这个话，是个解释。那你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的认知，中国这么多大学，这么多教授，有多少人去带货去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教授他拉不下这个脸，他即便能带，他拉下来他也带不了货。现在不要说这个，有流量的明星有很多上去也不带货，有的人是有流量，看的人很多都是看热闹的，因为你生性不是干这个的。你看人干得好的人，人家本来就是卖货的。一个人一行吆喝一行，因为这个今天是我觉得像这种直播带货，这个是把很多商业直接推到前台了。过去你是看不见的，过去卖东西不都售货员吗？对不对？不，就是我也趋利避害啊。我对这个带货没有什么偏见，我主要是觉得责任负不起啊。你带你怎么能保证全是就是他哪怕都有合法的证明？
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赔得起吗？或者说你负不了这个责呀？我不是说怕丢人呐，我是说我得要带货，那得一个专业队伍，人家有团队的嘛，就会开箱啊。对对对，那你得有这个其机制啊。真的操作过程当中，不只是一个脸面的问题，不只是一个损害人设的问题，它也是个专业。我参加过门户网站，不是带货，门户网站的这一类的这个活动，他们就讲，就是很多人叫垂直嘛，就是微信公众号嘛，就是你怎么来写你的微信公众号，广告就会投到你这里，使得你的每篇文章可以值几万甚至十几万，什么什么就很多，讲了一套道理，比方这个道理我都明白，比方说你的话题要专注，要专门，啊，你要有专业性，你要讲到专业性，但你又要考虑性的品牌的操作，又要听他们暗中的这个引导，使得人家就买这个牌子的书包。但是所有的这些操作，我上去发言的时候，我说真可惜啊，跟我从小受到的关于写作的训练完全不同。因为我所受到的写作的训练，我要写文章的是要没有功利，要不要为特定的对象服务，要讲自己的真心话。你看，全都不是的。所以我假如说也要写这样的公众号了，我当着他们的老板就这样说，我假如也要这样写的话，对我来说就困难重重了。那对于旁边那些新的写手，他没有这个困难，因为他没有以前的这套训练，他也没有别的文章，是不是？所以这个中间的冲突，除了我们刚才讲一个面子上，这个要专，你的本身的讲，说难听一点，你的研究、你的学问做得越投入，你要转型就越困难。不，这个里边啊，其实也有真正的这个怎么说呢，利害，以及啊，你要挣长久的钱，还是要挣一时的钱的这个考虑。每个人都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本。你比如说，我说，哎，我可以接受，也愿意拥抱这个商业，拥抱这个哈。但是呢，你是主持人呐，啊，我现在这个界，我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我可以推到哪里啊？就是我可以做广告，但是广告就是广告，对吧？我要告诉你，因为我不能欺骗观众，我不能把广告的话当成我自己的话，让观众以为，对吧？因为这个倒不是说我多高洁啊，而是说人家凭什么看你的节目啊？就是因为你说的，我也不敢有信心，谁知道？这反正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失去那个基本的一个，我觉得是行业基本的。伤害到你的本业。我说这个，我发现有点心里没底气。不，很有底气。你按照协定，你在节目里讲一段广告词，什么什么好，这是一回事。对。但你在聊天当中，你本来并不觉得这个学校好的。对，觉得这个好。对。现在你开玩笑的说，其实是这个好啊，什么？这个就违反职业道德，这个就违反，甚至违反了你个人的操守原则。还有一个是你的身份决定，因为你是一个文化人，你不是演员。你听我说，演员演广告怎么演都没事，因为我是演员。对。但我们这样的身份是特别不适合弄这个事儿。对着你要融进去说的时候呢，它是带了你的身份的真诚。你身份要融进商品的时候，就风险增大。如果你的身份融不进商品，你比如我问你。你为一个妇女的用品做广告，就你没使过这东西，违法呀！你现在，这广告法，你如果明星代言广告啊，你自己你得有责任的，你对他的，你说我代言妇女用品，我没用过，现在好多不是男明星做女性化妆品，那他们是用过的，不知道，好吧？这我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是应该，你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你代言的人是要对广告的正确性负有一份责任的。你看，每个人都有不光是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看连小人也有所为有所不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什么都肯干的，对吗？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线。那其实我现在觉得呢，有的人的线啊画的呢，他不肯为这个事儿动脑子了。有些原则黑白分明。你比如说，我们也知道有的那个老戏骨啊。好像说王志文就是吧，他就完全不拍广告了，那就是不动这脑子了，对吧？但是你像我们呢，你动了很多脑子，你得斟酌，
他这个靠谱不靠谱，这个接受不接受。当然，动脑子有动脑子的利益，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产品很可靠，对吧？我呢形象跟他呢也很搭，就是实际上你跟商业之间是存在双赢的可能的。但是呢，你看那有的人呢就我这一条线我根本不在河边走。但是呢，有的人把线画得更近一些，那实际上呢，你费的这个脑子。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花了很多精神考虑规则做不做损害什么，人家一点都没考虑过你。我记得好多年前咱们的一个嘉宾在这瞎开玩笑说 I have a dream， 就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因其本职工作和他本人的这个特长得到他最大的收入。经常是你做你的这个本业啊，这个是一个可限定的一个收入，但是呢，它有一个边界溢出的现象。你做点别的，甚至不用你这个本业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确实收获的这个价格就更高。甚至有些人说这个以低外养低内，低内损失低外补，在外边挣的钱，他帮补一下我专业上面我这个经济所得的不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也很悲哀。就我们的硬通货是什么呢？硬通货是流量。就你到最后，不论你干哪一行，可能你的衡量你价值的标准是流量，那就很惨了。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价值的标准的一种单一化。如果我们就你说的，你可以以你所从事的事业行业，你的专业去获得，那么就等于说它这个标准是多元化的。就像我刚才我在想，我们有讲电视剧，有讲演戏剧的哈。那你演戏剧的可以拿戏剧的奖，演电视剧的有金鸡，也有这个艾美奖等等。你在每一个领域，其实你都可以做到你最高的那个认可。但是当你如果面对市场，你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转换都是流量，那就是太单一了。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儿是必定存在的。也不用为了这个去要公平，你永远也做不到。你说这个，比如说他搞证券、搞投资的，搞这些金融的，他和一个做科研的，你说咱们付出了同样多，同样的付出，你得承认不同的行业，哪怕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所得的个人收入，必定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叫公平还是不公平，但是你得承认这个。有些人就是人做的选择不单纯是为了钱去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把成功者都变成是有钱的人，这个就不好。各行各业有各行各业的成果。对，过去你像俄罗斯呢，诗人作家来了，地位高级了，他有时候没啥钱，穿的破衣拉撒的，但是大家都对他肃然起敬。那我们现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肯定是那个有钱的人都被前呼后拥啊。你因为视频很发达，你能看到这些大佬出场的时候都是前呼后拥，大佬出场是吧？但你看过一个文人出场前呼后拥吗？没有。但是我们对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大佬他对文化，甭管是真的假的，他得表示出尊重来，因为他不敢不尊重。因为从历史上讲，文人的地位是高的，因为他是这个不说这社会良心什么都不说，他是这个你的精神支柱的创造者。对，我们的文化是靠日积月累，靠着前人的一点一滴，最后支撑起一个民族的精神。所以你再有钱啊，你可以出来鄙视一切，你不敢鄙视文化。我就没见过一个有钱人上来说唐诗那叫什么，宋词他都不敢说的，没人敢说的。真的，没人敢说。我也有同感。我觉得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啊，还真是有这点。从这个潮汕那边的这个乡村，一直到某个大经理再有钱的人，我见过的哈。就过去老说，就好像觉得这个文化什么被瞧不起，被商业社会怎么着这个堕落啊什么的。我实际上感觉啊。但凡中国人对文化还是有一份尊敬，他这个东西是由祖上来的这个东西，就觉得你是个读书人、知识分子，其实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个尊敬的。尤其是正面冲突，如果你今天啊，我们可以测试，就是一个钱财啊，钱跟文化正面冲撞，你在公众的评判中，钱一定是走败仗的，你肯定打不赢。你说我有钱就把你文化灭了，不可能。文化一出来，大家有钱的人都会特收敛，因为你蔑视文化，等于你蔑视祖宗，所以这事儿他不敢。妈呀，这个真的是不敢，真的这个是，所以我们为什么到今天又反过来强调我们蔑视徐老师就蔑视祖宗？那不是，你落实到人了，就是说
你今天为什么重提国学、国潮，是吧？这个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曾经很深的批判过它，我们批判它的时间很长了。突然有一天又觉得还是祖宗这点东西好，又开始往回捡。你不是现在明显的是往回捡吗？我真的没见过，就中国有钱人我见多了，但是我没见过一个有钱人口吐狂言，就是蔑视中国文化，我没见过。相反敬重的多。对，那他不管是真的是假的哈，对，但他一定要表示出来一个敬重。所以文化的强大的力量，金钱是达不到的。这是社会上的一个共识，但具体到人呢？就您刚才说，如果真是落实到人，比如说一个丈母娘挑女婿，要嫁给一有钱人还是一个大学教授，您说说看。那关键看这丈母娘是什么文化构成。有时候我在想，很有意思啊。你看咱们这个就是两岸三地哈，你看这个书店里卖的书，机场就是成功者的一些企业家成功学，那你要去台北也是这样差不多。然后香港卖的是什么？香港你很少看到有卖成功，就是说那个大佬的，而是什么呢？星座、运程都在讲你个人选，你命行不行？就是大家对这些东西它的标准不一样。那有的国家人家把诗人、文人印在钞票上，剑桥啊，什么牛津的这个教授。他可没有做买卖的挣得多，收入很低的。对，就是，但是他自己觉得我做我这个教授，他一定有他的一方世界，有尊严的生活。这个有尊严，它不是奢侈的生活，是有尊严的生活。你像这样，他就能够抵御去外边挣更多的钱。还有一个就是很难挣，徐老师也不是很难挣，是社会也不提供这种舆论风向。什么样的人可能他做什么事儿，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在英国，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觉得教授们我特别尊重啊，那特别精彩。然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人来给我补习那个写作什么的，就是熟了啊，他他就说，你没发现吗？这些学校里的人都是什么人？社会上的 loser， 他说社会上的失败者，社会上不能混的人才在大学。我说这当然是开玩笑了，但我觉得他这个话说的很可爱，因为他自己也是这当中一个哈。就是其实我觉得表达了一个什么，就我们社会上需要有这样的 loser， 就需要那大家都去挣钱了，大家都不做学术了，那义军，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当中，他们对职业有没有体面这个概念？我觉得有，就说哪个更好的吧，就有会觉得做哪些工作是体面。我觉得特别令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多喜欢去大厂嘛，就是大的牌子的，就是大的企业、大的平台嘛。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年轻人说，我说我现在你要跟我说这些就是名头特别大的企业、特别大的平台，我说我真不会想去，因为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会觉得，那你耗在那儿更多的精力是周围的人啊。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你跟周围的这个人事关系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就是我个人提啊。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还是很羡慕那些东西的，就是我能跟这个牌子结合在一起，一说我是某某企业，一说我是某某，他还是有一种荣誉感，或者有保障，有安全，也有两个建议呢，我是很痛苦的给学生们的，就是有两个建议，就是说我实际心里是不认同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好，我只能劝他们，为什么呢？学生第一个会问题，如果他选大学，他中学成绩很好，他选大学，他是选专业好的呢，还是选这个大学的名气大的？就是这个很多人在高中的时候就要讨论嘛。那比方说，他查得出来，比方说某一个专业我要读农学院，对吧？可这个农学院 Cornell 最好，好，那我要考 Cornell， 但是他这个成绩呢，他也可以进 Harvard。那从专业职业的这个责任来说，我应该建议他选专业。这个你一辈子的事业，你的 Cornell 的农业是最好的，但是从现实的因素来讲，选有名的大学，因为出来第一份公司里面，他不大看你读的到底是哪一个学院、哪一个系好不好，除非你读研究生、读博士，否则的他就看你这个学校、这个大学的名气。那这一条是我明知不对，我还和他们讲。第二条就更悲惨了，我一直跟学生讲，你要做好自己的专业，你做好自己的专业，成功了，赚多了钱了，出名了，这是最光荣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而且社会都是这样，是最理想的社会。跟他讲了，但是我也得给他说明，
我们这一代辛辛苦苦做几十年，赚的钱，不如买个房子增值的钱。这个，因为我们确实处在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啊，就是改革开放40多年嘛，然后这个后20年的，就是这个飞起的速度很快，所以裹挟在中间呢，很多人也赚了钱，有时候误打误撞的，比如买一房子后来挣了好多钱。你买完房子后来发现旁边是个学区，原来没有学区概念的时候，这房子值不了啥钱，是吧？现在是学区房了，就变成值钱了。那其实说来说去又落回一个主题，就是你到底要挣多少钱，到底你为社会做什么样的贡献，它本身是一个成一个比例关系的，也不一定非得成正比。但是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聚集财富的这个形态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跟以前的不一样，你以前你比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乃至到了民国，它的财富积累需要漫长的时间。现在可能这人做公司，经常宣传3、5年把公司做上市，一下就成为富翁了，这个就给很多人一个幻想，对不对？这有点像买彩票。对，这个概率虽然低，但是它是一个现实，大家都看得见。在过去没有这种事儿，你过去那个有的那个贫农说那地主说的那祖上，咱都10代人创下的财富，他都知道，对不对？你现在你个时间跨度你是没有的，但是今天如果把这种暴富的生活中暴富的这种心境啊，都给调整过了，一代人，那你找工作找什么工作你都会觉得不好。那你就只好一个方法去创业，创业一定是死的多的嘛，这比例是90%以上的。那肯定的，要把那个最初就刚开始有的刚一开始就死了，仨人去攒点钱，没几天就死了。所以这就能回应你刚才说的这个去大厂，对，它自然也是有它的这个。不是去大厂，你如果现在你去大厂，你没有一个好的本事的话，你进去你从打杂起，这有一个悖论哈，就是越大的单位，它的门槛越高，它的制度越严，然后它效率会严重降低，所以很多人就会一辈子阶梯其实也，然后就会误在那儿，一辈子误在那儿。如果你在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那你肯定就是这辈子你就在那儿。好了，创业比例很低，大厂又前途漫漫，广告一时半会儿还没人找他做，不，你这个就是说怎么办呢？我是觉得啊，原来我给年轻人建议，我觉得你人生如果做第一份工作哈，最好的一份工作一定是要跟人打交道。跟人打交道你会学出来很多。你比如说要拉门是吧？宾馆拉门，我以为什么跟人打交道？对，你天天看这个眉眼高低，然后你很快就会分辨什么人是有修养的，什么人没修养，什么是有钱的，什么是没钱的，什么是真有钱，什么是假有钱的。然后你在眉眼高低中，你处理了各种事情，你拉1年门，我认为这个人跟社会的这个打交道的家里不做保安做拉门，有人家里去拉门去了，是吧？对，不有人拉门拉出名堂来吗？佳士得拍卖公司的那个拉门的，最后不成为副总裁退休吗？哎，是，我讲过这个故事，他就是从10几岁就去拉门，没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学历。拉门呢，就是最大的好处就是用心就能记住以后这个客人来了哈，这客人来了发了迹，这客人喜欢什么他都知道。然后隔几年没来，那就生意不好了。隔了几年又出现了，说您又回来了什么？他很会说话，拉了一辈子门，佳士得所有的客人他都认得。最后变成什么呢？佳士得最重要的拍卖夜场一定他出现，因为所有的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这人是干嘛的。大客户一来了，那很多人跟不上，他马上告诉你这人干嘛，这人历史是什么，怎么回事，弄得很清楚。所以要有心。最后关键是什么？人拉了一辈子门，拉到退休的时候，佳士得举行盛大的酒会。把各方人请来，当场宣布，我们这拉门的门童以佳士得副总裁的待遇退休。这一不，你不做的副总裁也是这个吗？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上海滩这个就是这个沙逊，就是那个和平饭店那一带，他最早做什么？就是叫什么保安加销售啊。他最早是在那儿。所有历史上发大财的人一开始都是干这个的。你看杜月笙一开始干嘛的？销梨的。过去什么叫销梨？现在都没这行业，就是走着走着累了，吃一水果，人家拿着这梨歘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削梨不能削苹果？我告诉你，梨水大。梨水大，削完了以后我都能给你削啊！我削了白削啊，削完了以后有一个刀，削完了以后这梨皮全在上面粘着，因为它有水，提溜起来给你，不脏手，啪一提溜，这梨完了你能吃。这一手绝活，人家最后做成老大，一定是从基础做起。谁上来让你做老大呀？
真让你上来做老大，你控制不了局面，谁信你？出状元，沙逊那时候就是什么，犹太人刚刚到中国在做这个生意，然后呢，上海人那时候他排队到那门口去买嘛，老是一堆人拥在那里，就乱，他怎么给你们发号？发牌子，1号、2号、3号，你们排队买。结果一下子这个有秩序了，销量也上去了。这老板一看这个好嘛，然后他就从这个开始做起。所以你哪一行，不管你在大厂还是创业，观察，而且我刚觉得特别同意您说的，跟人，就是说你观察人，在当中寻找智慧，寻找门道，这个就太好。你看到后来都是现在正能量，成功者往往都是跟人打交道，医生、律师。售货员、主持人，这他是对，他是按说我也该发财啊，天天跟你们打交道，跟人打交道特别跟我们打交道局那个越打越穷，对，特别范围太对，所以这个咱们今天这个结论说得好了，就是说啊，合法挣钱不丢人，择业不分贵贱，但是有一样，人人都择业，你看见人家成功的必有这个人成功的原因，对吧？这也正能量了啊！大手姐姐，大手启发。难道我们就真的是活人要被尿憋死吗？对吧？伊朗这边也很郁闷呐，他本来雄心勃勃地修伊斯兰天然气管道，通过伊拉克接到叙利亚，然后卖到欧洲，结果呢，叙利亚发生了内战呐，那个地方打得一塌糊涂，这条管线用不上，天然气不能够向欧洲供应。然后呢，他被困在这个地方，坐守了一个巨大的南帕尔斯油田，守了这么大个宝藏，但无法变现。伊朗也是急不可耐啊，所以伊朗和巴基斯坦就商量，我们干脆不管美国怎么说，他要制裁就制裁，咱不理他，我们就把这个管线修起来。在没有印度参加的情况之下，这个伊朗和巴基斯坦最后还是签署了我们要动工啊，不管美国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管线修起来。所以这两个人达成了协议之后，就开始动工。哎，这就是我们看到2013年的3月，印度的总统和巴基斯坦的总统在印巴边境交界的地方会晤了。他们在那儿会晤什么呢？参加开工典礼，这条管线正式启动。这下就把美国给这个惹得非常的震怒啊！说好你个巴基斯坦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好说歹说，你就是不听招呼怎么办？美国开始发出严厉的外交警告，说你再动工，你只要动工，我马上就会对你进行经济制裁，加上金融制裁。美国已经举起屠刀准备下手了，突然有一人大喝一声：“刀下留人！”哎，这个时候谁蹦出来了？沙特蹦出来了。沙特出来解说这个事情。哎，为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沙特是自诩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巴基斯坦又是逊尼派的，跟沙特是一个派别。那么沙特觉得全世界逊尼派的事儿都是他的事儿，所以他这个事儿一定要管啊，这是我们的盟友。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沙特其实也非常担心啊，美国人虽然你现在是我的保镖，但是保不定呢哪一天你就会抛弃我。他有没有这个担心？当然有，他必须要找一个备胎。在中东啊，在整个的伊斯兰世界，谁是他最强大的盟友啊？巴基斯坦啊，跟他的这个理念是相合的，这是一点。还有，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啊，这个是沙特非常看重的，因为如果美国不再保护他了，他将会面对伊朗的强大挑战。那个时候，他需要有个强大的盟友能够帮助他，所以巴基斯坦这个老弟他是用得着的。所以沙特出来劝架，说且慢，先不要制裁他，我去跟他谈一谈。哎，沙特跑到巴基斯坦谈什么呢？这个你们不就是缺钱吗？干脆我给你出笔钱。哎，沙特提供了15亿美元给巴基斯坦，说你们到国际市场上去采购原油去，有了原油就可以发电。哎，你们这个经济不就好起来了吗？注意啊，金钱的力量是神奇的。沙特援助了15亿美元给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在同月宣布暂缓境内的天然气管道的施工。哎，为什么暂缓呢？巴基斯坦给出的原因就是美国即将对巴基斯坦进行经济制裁，所以我们暂缓这件事儿了。这个消息爆出来之后，一下把伊朗这个肺就气炸了。为啥？我们两国签的是合作协议呀，对吧？我已经开始动工，开始修了，而且按照这个预定的这个计划，在伊朗境内的9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已经铺完了，
就等你这个巴基斯坦这边还有700公里的这个天然气管道，你们在2014年12月31号啊，到这个时间点就应该全部完工。我们2015年1月就开始掐表，就开始通气收费了。双方是这么谈的。好家伙，我这边900公里天然气管道修完了，你那边说不干你就不干了，那我怎么办？对吧？那对伊朗说，你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还了得？马上翻协议，一看惩罚条款是什么呢？惩罚条款是，如果巴基斯坦这边不能够准时完工，那么每晚1天罚款300万美元，重罚。巴基斯坦这边就叫苦连天，说不行啊，这个我们不想承诺这个国际协议啊，是美国那边的压力太大，如果我们要这么搞，他们会制裁我们。这个伊朗说那不管，那是你的事儿。这个巴基斯坦就说这个还是算法律条文中的不可抗力啊，因为我们当时签协议的时候，美国没有对你进行金融制裁 ，IP 这个管道没有被列入制裁清单，现在美国突然把它列入制裁清单，这个是一个不可抗力啊，跟地震火灾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怎么应该被罚款呢？这不应该啊！双方在这个问题中就吵起来了。这个伊朗当然是不依不饶，哎呀，这个巴基斯坦就很头疼啊，然后苦思冥想，想解决的办法。他知道这么做的确是有点太不仗义了，而且说不过去，人家管道都修完了，如果你不接着修，他这个900公里的管道就废那儿了，一点用都没有。最后啊，在高人指点之下想出了个妙招。这个妙招是什么呢？巴基斯坦又找到伊朗说，我找到了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是，我呢，巴基斯坦在这个靠近伊朗这边，它有个港口叫瓜达尔港，在这个港口这个地方呢，我开始兴建这个大型的液化天然气的这样的一个接收装置。谁在帮我建呢？中国人在帮我建。我把这个装置建好了，然后从这个瓜达尔港向北修700公里的管线，就是通入我巴基斯坦的内地了。然后呢，你伊朗呢，你不要直接卖气给我，这个东西美国可能会不高兴。他让伊朗把天然气卖给谁呢？卖给阿曼，也就是在波斯湾对面的阿曼。阿曼有这个液化天然气的装置，你把天然气卖给他，美国人是不管的。按照公认的说法，丝绸之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出现。汉代，中国玉门关、阳关以西被称为西域，这里分布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摸清他们的底细，汉武帝建元3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搞调研。张骞带了100多号人向西域进发，13年后回来时，就剩下张骞和向导2个人，真正的九死一生。张骞一下成为了汉朝人民的偶像。张骞走出的这条东西贸易线，也成了中外商人趋之若鹜的伟大航路。来自欧洲和中西亚的商人带着金银珠宝、奇珍异兽、香料种子等等来中国，再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带回去。这条长达7000公里的商道，至今影响我们的生活。咱们常吃的胡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黄瓜等等，都是通过这条路传过来的。那么这条路为什么不叫茶叶之路、黄瓜之路，而偏偏要叫丝绸之路？这是因为强盛的古罗马人非常喜欢来自中国昂贵而神秘的丝绸。开始他们以为丝绸的原料是树上长出来，或者是某种动物的毛发，后来才知道丝绸是蚕吐出来的，所以他们把中国叫塞里斯国，意思就是蚕丝产地。罗马人曾经很热衷于东征，其目的之一就是打开通往东方的门，获得更多的精美丝绸。正是因为西方人对丝绸的推崇，加上咱们对桑蚕养殖的自豪，所以丝绸打败了宝石、瓷器、茶叶等劲敌，终于获得了独家冠名权。丝绸之路也叫到了今天。为什么美国人不管？因为2014年6月，伊斯兰国崛起了，打的中东是鸡飞狗跳啊！美国必须要依赖伊朗出兵伊斯兰国都已经打到巴格达城下了，伊朗再不出兵，那个地方可能失守啊。那地方失守这个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分是它大油气田的这个聚集地，很多外国公司在那儿有重大的利益，所以美国这个时候必须要求着伊朗，你赶快派伊朗志愿军去帮忙打伊斯兰国吧。这个时候，你对伊朗的很多制裁就必须要放缓，比如说天然气吧，伊朗就可以在市场上公开销售了经济制裁放缓了，但是 IP 管线仍然被列入制裁清单。注意
美国是特别的痛恨这条管线，因为这条管线将会形成永久的地缘政治的一种变化，把几个大国搞在一起，美国是无法对付的，所以他不会允许伊朗修管线，但可以容忍伊朗卖天然气。换句话说，伊朗可以把天然气卖给阿曼，在阿曼进行液化之后，通过水路运到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通过中国的液化天然气的解压装置还原成天然气之后，通过管道输送到这个巴基斯坦的内地。这个整个交易呢，完全合法了啊！巴基斯坦说：“你看啊，我在我境内瓜达尔港修管道，这事儿跟美国没关系，也不在制裁清单里面，他管不着我。你卖天然气给阿曼，这个事儿美国也管不着，而且是他允许的。阿曼把它液化天然气之后运到瓜达尔港，这个事儿也不违法呀。哎，所以经过这么一个交易之后，你的天然气不是我还是买了吗？哎，这个管线还是这个瓜达尔港这个管线还是用的是你们伊朗的天然气啊。”伊朗一想，倒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这有个问题啊，我这900公里管道怎么办？那不能废那儿啊！哎，巴基斯坦说不会废，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瓜达尔港的地理位置，瓜达尔港距离伊朗边境只有70公里，距伊朗已经修好的石油管道，就是天然气管道，只有91公里。巴基斯坦就告诉伊朗，你不要着急，等美国有一天把这个 IP 管道从制裁清单里面撤走，哎，一旦把它拿下之后，我立刻就可以把91公里的管道给修好，分分钟的事儿。然后那不剩下就是还是你天然气走管道卖到瓜达尔港，然后再通向巴基斯坦全境吗？巴基斯坦这个主意是哪个高人给他出的呢？我自己猜想啊，应该是中国给他出的。中国很早就看中了巴达尔港它的地理位置啊，中国一直想经营这个港口，想把它的运营权拿过来。这个港口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地图啊，瓜达尔港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它非常靠近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离霍尔木兹海峡只有400公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2/3的石油的出口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也就是都要经过瓜达尔港。所以在那个地方，从非洲、从欧洲，包括从中东，各种商品、原材料、能源往这个东方运的时候，瓜达尔港是个重要的中转站。哎，如果中国能够拿下瓜达尔港它的经营权，那么中国将可以能够从瓜达尔港向东北方向延伸，修建一个油气管道，加上高速公路，加上铁路，加上光缆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巴经济走廊。从瓜达尔港可以一直穿向中国，通过这个中国的新疆，一直修到喀什，全长是3000公里。这条管道如果一旦搞成，这将是中国第5条重大的战略能源通道。哎，中国是一直有这个想法的。所以如果这个战略通道搞成之后，它有什么好处呢？从非洲来的石油啊，从中东来的石油和包括液化天然气，不用再走印度洋啊，再走马六甲海峡了，完全避开那儿，他们直接可以运到瓜达尔港，在那儿卸货，然后走管道直接通向中国的喀什，从喀什再接上西气东送的其他的管道，直接供应中国的石油。所以这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它比走马六甲海峡这条通道要减少8700公里的行程。注意啊，这是个重大的一个行程上的一个缩短，降低了运输成本。比如说中国从欧洲从其他地方来的货，可以在瓜达尔港卸货，通过高速铁路或者通过高速公路直接运到中国境内。中国境内的商品也可以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到瓜达尔港，然后从这儿出来再走海路辐射整个的非洲和欧洲。哎，这就是一个战略捷径啊！所以中国是非常看好瓜达尔港的经营权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巴基斯坦这个海岸线啊，我们会发现它有2个重要的港口，一个是靠近伊朗这边瓜达尔港啊，还有一个是靠近印度这边的卡拉奇港。卡拉奇港是这个本来是个天然良港，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靠印度太近，打起仗来这会出问题啊！因为印巴是发生过战争的，在印巴战争期间，卡拉奇港是受到印度的猛烈轰炸的，所以巴基斯坦
不敢全部依靠克拉奇港搞运输，而一定要开发一个相对安全的瓜达尔港。这个瓜达尔港呢，以前是个小渔村，啊，它的战略位置虽然重要，但一直没有得到深度的开发，主要是因为巴基斯坦没有这么多钱。2002年的时候，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了协议，中国投资啊，中国出人、出钱、出设备，我们来帮你把这个小渔村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良港。这件事情啊，中国是寄予很大的希望。中国一直想深度经营瓜达尔港，这个是中国在印度洋的一个唯一的出口，非常的关键，地理位置很重要。中国这个时候非常希望巴基斯坦把经营权交给中国，但是中国能够看得出来瓜达尔港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美国自然也能看得出来。美国人一看，中国想干嘛呀？你想在这儿搞军事基地吗？你想在这儿派驻军舰吗？守着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石油的供应，这个是如芒在背啊！美国人说这个港口绝对不能交给中国人来运营，所以就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了强大压力，给谁也不能给中国。最后给谁呢？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巴基斯坦把这个港口的经营权交给了新加坡，让新加坡的港务运营公司，你们来打理这个瓜达尔港。中国这边是白高兴一场啊！本来是港口是我们建的啊，我们对这个情况最熟悉，对吧？然后我们还要建战略大通道啊，通往中国的西部。这个事情本来都水到渠成了，最后突然变成了新加坡人搞运营。我觉得中国当时应该是气得吐血啊，应该是一盆一盆的吐啊。这个是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这个新加坡人开始运营瓜达尔港，但是新加坡人高兴得太早了。瓜达尔港这个地方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啊，如果我们看巴基斯坦的地图，你会发现它的位置是在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这个省呢是占巴基斯坦的领土的近半。俾路支省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地广人稀啊，一共只有900万人口，而且这900万人口是长期具有着分离主义倾向的，里面还住了大量的逊尼派的极端分子啊，经常还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这个矛盾冲突啊，甚至是流血冲突。经常巴基斯坦的联邦的安全部队还得到这个地方来镇压，所以那个地方很乱，而且经济非常的落后，缺少公路、铁路这种大型的设施。中国本来是说，我来帮你经营瓜达尔港的话，我要打穿这个中巴经济通道，我会投很多钱进去，会在那个地方兴建大量基础设施，所以那个地方会有物流。但你把这个港口交给了新加坡人，新加坡人他就在这儿守着一个空港啊，因为周围没有物流啊，没有这个基础设施啊。南来北往的船啊，大家从这儿出来看到瓜达尔港啊，那个地方风景很漂亮，但谁也不停留，到那儿停了干嘛呀？卸货，卸了货你往哪儿运呢？公路都没有，铁路也没有，那是个经济的死地，它跟哪儿也不通。所以新加坡人搞了6年，终于发现搞不下去了。这个因为没有足够的货运量，所以他在那儿亏本，亏得太厉害。本来这个合约啊，签给新加坡人签给了40年的运营权，结果新加坡搞了6年，玩不转了。这个时候干脆我们提早抽身吧，这个事儿不是我们新加坡搞得定的。要想把它发挥作用，你得投巨资啊，在整个巴基斯坦要建很多经济设施、基础设施，而且要通向中国才会有物流。这是新加坡。他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能力，也搞不定这么复杂的关系，他撤了。2013年，撤了之后，这个时候巴基斯坦乃至全世界人都已经看出来了，瓜达尔港除了中国人搞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把它搞活。所以这个时候，不管美国怎么压力啊，施加压力，不管怎么反对，巴基斯坦政府是毅然决然，这个事儿还是交给中国人干吧。所以2013年，港口经营权顺利的转到中国人手下。这个时候，我们看局面立刻翻转，中国的这个政府立刻宣布加大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投资力度，未来将会投入450亿美元的巨资，修建什么呢？从瓜达尔港修建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啊、高速铁路，包括这个光缆，齐头并进，一直从瓜达尔港横越3000公里，修到喀什，啊，把这条大通道搞通之后，对中国整个的第5条战略通道将会起到重大的作用。美国其实非常担心，这个油气管道修好之后，对吧？印度缺气缺得太厉害，他也会加盟，也会要求从这个管道中他也插根管子进来，
哎，这下子的话，那么又成了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搅在一块儿了吗？这个局面肯定会朝这个方向发展。这对于美国的地缘战略实际上是一场噩梦啊。所以美国人不想看到这个事情的这个顺利进行。所以我觉得，虽然中国这个战略规划非常好，也可以说是相当高明，但是它中间面临3个障碍。第一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不会这么情愿的让你把这个事儿搞成啊！你现在修吧，投了钱，砸了钱，投了人力物力，把港口修好了，管带也修好了，高速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全部建完了。哎，万一巴基斯坦换人了怎么办？换人之后又被美国的压力所制服了怎么办？好家伙，再把营运钱从你手中拿过去，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哎，这个是不可不防的第一件事儿，这是第一个障碍。第二个障碍，这个俾路支省啊，这个地方它非常的不安全，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长期的分离主义倾向啊，再加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宗教的冲突，还有塔利班游击队在中间活动，要想把这条经济大动脉给打通了，中国必须得游说各方，搞定各方这个人士，比如说俾路支人吧，中国一定要告诉他们，这条大通道修完之后，你们是最大的获益者啊！你们这个经济发展，包括就业，包括各方面都会得到很好的保证啊！所以中国必须要在那个地方修医院、学校、公共设施，要帮别人建好，否则不能够赢得大家的信任。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塔利班啊，还有很多宗教的这些极端分子，也必须要跟他们搞定关系。换句话说，这些人必须要保护或者承认、尊重中国的利益，这是第二个非常难的一个障碍，也就是非常考验外交智慧。搞不定这儿的安全问题，经济大动脉它就会出问题啊！因为那个地方老发生绑架、发生袭击，谁还敢在那儿做生意啊？第三个难点是，这条大动脉啊，从瓜达尔港延伸出来之后，到达中国的这个边境，它要翻越哪儿呢？克什米尔地区。这个地区啊，平均海拔是4000到6000米，它既有喀拉昆仑山，又有喜马拉雅山，要穿越这么高和这么复杂的地形条件的话，这对中国的工程施工是有着重大挑战的。全世界现在最长的隧道不过25公里，但是中国要逾越这2座大的山脉，这么高的海拔，可能最长的隧道会达250公里，也就是比现在世界之最多10倍。天哪，这个如果能把这个事儿做成了，那绝对是一件人间奇迹啊！所以说它的工程的难度也是非常巨大的。这是3个客观障碍，还有一个是潜在的隐忧。我们看到叙利亚之所以出事儿，就是因为它处在一个能源大通道的枢纽地方，而瓜达尔港这个位置上，它其实也是处在中国能源大通道第5条大通道的一个枢纽的位置上。叙利亚和瓜达尔港的它的这个地缘战略的位置是相同的，而且也潜在的会有宗教冲突，也有分离主义。如果有第三方势力强行介入、长期渗透，当你把这些基础设施搞完之后，那个地方如果爆发了流血冲突、宗教冲突，甚至内战，整个俾路支省出现叙利亚化，这个对中国来说是一定要事先防止的，必须要这个有前瞻性。